上個視頻還說24G DDR5 5600兆赫茲內存漲到了700多元，結果幾天過去，16G 英偉達 DDR5 5600兆赫茲內存，京東紫雲竟然要賣999元，這是啥世道啊？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今天給大家介紹裝置 AMD Ryzen 5 Pro 6650H CPU 和 16G LPDDR5 6400兆赫茲內存，還有 512G NVMe SSD 的高性能迷你電腦 GMK 極摩氪 M8。AMD Ryzen 5 Pro 6650H 和我們以前測試過的 6600H 性能參數是一模一樣的。這台小主機通過一個銀色全金屬支架固定住本體，本體是銀色和黑色的雙拼。其實它是採用了极摩氪最高端的 EVO 系列的造型，縮小而成，成就這只有 0.7 升的體積，既迷你又好看。極摩氪的新造型有類似 M8 和 EVO 系列這種三明治支架結構，也有新的 K 系列，包括 K11 和 K8 Plus， 採用的鏡面頂蓋金屬機身傳統盒子造型。這兩個我覺得算比較好看的系列造型了。大家更喜歡哪一款呢？極摩氪 M8 裝置 AMD Ryzen 5 Pro 6650H 6核12線程標壓移動 CPU， 內置 AMD Radeon 660M 核顯 16G LPDDR5 內存 6400MT 每秒，雙 PCIe 4.0x4 的 NVMe SSD， 3屏顯示輸出，雙 2.5G 網卡加 WiFi 6E， 前置 Uplink 接口。打開來看一下，主機和所有的配件都在這兒了。電源線、HDMI 線纜、說明書。這單槽小電源20伏5安，一共100瓦功率。小主機是銀色全金屬支架和拼色機身。機身接口，前面板能夠 PD 和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的 USB 4接口，前置 Uplink 接口。雙 USB 3.2A 口、耳麥接口、電源開關鍵。後面板 USB 3.2A 口、USB 2.0 接口、HDMI 2.1 接口、DP 1.4 接口、雙 2.5G 網絡接口、20伏電源接口。底部雙側都有通風口。取下4顆腳墊螺絲。把支架和小主機本體分離。這應該是 CPU 風扇，這裡是系統風扇。取下4顆邊角螺絲，揭開風扇蓋板，看看內部接口情況。這裡是系統風扇，專門為內存和 SSD 散熱。一組2280 PCIe NVMe 的 SSD。空置另一組 PCIe 4.0x4 接口，這是 RJ616 WiFi 6E 無線網卡，內存是板載的 16G LPDDR5。BIOS 裡首頁顯示本機安裝了 16G LPDDR5 內存 6400MT 每秒。這裡可以設置性能釋放，安靜模式28瓦，平衡模式35瓦，性能模式40瓦。我們選取了性能模式來做今天的測試。這裡可以設置來電置起。這頁也可以設置專用顯存大小，最大8G。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。我們打開i.64跑 FPU 單烤的壓力測試 ，CPU 一條直線跑在40瓦，整機功耗跑到56瓦左右 ，CPU 頻率穩定在4G 赫茲。我們單烤了1小時16分鐘，室溫20度的情況下 ，CPU 溫度最高到87度。SSD 最高溫度52度。我們用极摩氪 M8 迷你主機的 Ryzen 5 Pro 6650H CPU 來轉碼，看看實際效能如何。最後結果是18分31秒，共計1111秒。這個成績超過了 12450H， 低於自家50瓦性能釋放的極摩氪 M6 的 6600H。CPU-Z 多線程 4629.1， 單線程 626.9。多線程超過了 5600H 和 12450H。
Geekbench 5多核7284，单核1461，多核成绩超過了 12450H 和 5600H。Geekbench 6多核7994，单核1969，多核成绩超過了 5600H 和 12450H。Cinebench 223多核10306，单核1480，多核成绩和50瓦性能释放的 6600H 幾乎一樣了，超過了 12450H 和 5600H。Cinebench 2024多核548，單核84，多核成績稍稍超過 12450H。Passmark 多線程20045，单線程3352，多線程接近50瓦性能釋放的 6600H 超過了 12450H 和 5600H。 綜合上面的比較，吉默克 M8 的 Pro 6650H 40瓦的性能釋放，多核成績超過了 5600H 和 12450H， 低於50瓦性能釋放的 6600H。 然後看娛樂大師總分943459， CPU 得分536485。我們給 Ryzen 5 Pro 6650H 運行 OpenW 測試 ，AES 705,440， XX20 409,853， ChromeMark 296,494， 在 ChromeMark 成績上超過了 12450H 和 5600H。 英雄聯盟 1080P 中等畫質，最後大團戰平均110幀左右。原神 1080P 中畫質，跑起來戰鬥起來40多幀。地平線是 1080P 高畫質，開了2倍抗锯齒，全程60幀左右。這就是 Radeon 660M 核顯帶給我們的遊戲體驗。來看一下遊戲時的溫度情況。室溫20度的情況下 ，CPU 最高87度 ，SSD 最高52度。我們也看一下 3DMark 的跑分情況。Pro 6650H 的 660M 核显的跑分成績啊，基本上是 780M 核显的一半。顯示輸出 HDMI 2.1 接口能輸出 4K 144Hz 8位 RGB 顯示信號 ，Type-C 和 DP 接口最高能輸出 4K 144Hz 10位 RGB 顯示信號。我們的顯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頻到160Hz， 此時這台小主機可以輸出 4K 160Hz 10位 RGB 顯示信號。連接索尼 OLED 電視 HDMI 接口能夠輸出 4K 120Hz 10位 YCPC-R 444的顯示信號。Radeon 660M 核顯的視頻解碼能力，它能硬解本地 4K 60幀 VP9 視頻。YouTuber 4K 60幀 AV1 視頻流暢播放。原廠硬盤測試3400兆比每秒，這是一塊 PCIe 3.0x4 的 SSD。USB 4接口外接雷電硬盤盒3100兆比每秒，這是不錯的 USB 4外接存儲的性能。我們還測試了小主機的 WiFi 網卡，這次是 RZ616 WiFi 6E 無線網卡，跑到了860兆 bps 以上。算是我的無線網絡環境中很好的無線性能。螃蟹 2.5G 網卡，我們也使用了 iPerf3 測試了濾網性能，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，都跑到了 2.35G， 跑滿了帶寬。這些 2.5G 網卡沒有兼容性問題。吉默克 M8 裝置了 Ryzen 5 Pro 6650H，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釋放是40瓦。功耗表現我們列表給大家看。烤機最高58瓦，待機最高 8.5 瓦，100瓦的 DC 電源輕鬆搞定。室溫20度的情況下 ，CPU 待機溫度31度 ，SSD 待機溫度36度。生產力測試 CPU 100%的時候，機身51分貝，放到耳邊位置42分貝。這台裝置 6650H CPU 的迷你主機的 USB 4接口可以和我 PD 輸出90瓦的 LG 顯示器一線通。吉默克 M8 它裝置了 AMD Ryzen 5 6650H CPU， 出廠最高40瓦功耗釋放 ，CPU 性能超過了 12450H 和 5600H， 雙 2.5G 網口，雙 NVMe， 還有全功能 USB 4接口，
可以 PD 電源輸入和 DP 顯示信號輸出一線通，還有能外接顯卡物的 OCLink 接口，這是超級大滿貫接口啊，可以算很完美了。說到缺點，660M 核顯只有 780M 核顯一半的圖形性能，稍微有點落後了。總結一下，即墨克 M8 裝置的 Ryzen 5 Pro 6650H 最高支持40瓦的性能釋放，散熱優秀，靜音穩定，超級大滿貫接口非常完美。在目前這個配件價格瘋漲的時期，16G LPDDR5 6400MT 每秒的內存肯定要超過1000元了。再加上幾百元的 512G 的 SSD， 總價只要1999元的即墨克 M8 16G 512G 的配置，就顯得是超級有性價比了。這是一台適合觸機辦公以及家庭 HTPC 使用的終端小主機，值得我們向朋友們推薦。好了，今天就講到這裡了，我是老白，謝謝大家的觀看，再見。